朋友们，如果我们再去种这个番茄、黄瓜、甜瓜之类的作物的时候啊，真的不建议大家再去用鸡粪、羊粪这些动物粪便去发酵的有机肥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一旦这个发酵不彻底，说实话，想发酵彻底这块确实很难啊，然后就会带来一些病菌、虫害之类的。你像我们以前这块，说实话，这个病菌这一块确实是比较厉害的。如果我们不用这些粪肥，如果是采用那种商品类的有机肥，说实话成本又太高了，一亩地你用个2袋3袋是根本就不起作用的，一般都在2吨3吨，一吨按1000块钱吧，2、3千块钱，这个成本又太高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什么方法呢？就是采用现在这个液体有机肥，它是通过就是把那些动物的粪便呢，然后不经过发酵，而是利用一些技术进行处理，把它变成一种液态的，最后浓缩到20来升这样的液体有机肥。这个呢是西北农林大学一个刘教授他做出来的，我们用了以后效果表现得非常好。效果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用常规的粪肥发酵以后即便是发酵彻底了但是里面的有机质一些营养成分呢不会说马上被吸收，可能需要2年、3年、5年的时间才能起到效果。但是它做成的那种液态的有机肥呢就可以马上被作物吸收了，因为它变成小分子的所以说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以后再去种这个经作这一块说实话，我真建议我们种植户采用一些液体的有机肥使用。你像20升的，我们一般这个番茄呢就用这一个季节用3次就 OK 了这3次60升相当于用常规的粪肥呢就在3吨4吨这样的一个量并且呢这个成本也不高，说实话成本确实不高比这个粪肥稍微贵了一点点，但是要比那商品的有机肥便宜的太多了。今天用这个设备呢拍一下我们这个番茄花它展开的动作，可能需要拍摄2天，这样的设备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吃到我们家这个甜瓜是非常好吃，究竟好吃在什么地方呢？大家摘一个甜瓜，这是我们的甜瓜，怎么一个好吃呢？今天我用这个测糖仪来测一下通过数值这一块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甜瓜它这个甜度就含糖量能达到多少。测糖仪，然后打开一个瓜，这个是刚摘的，熟透了，非常香。
把这侧上一打开，把电源打开，把这个汁液滴上去。好，把它盖上盖。看一下，12.3，这个12.3的一个糖度啊，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一般人吃这个就是这个糖度啊，能达到10个以上的，这口感就会明显感觉这个甜度就比较高了，比较浓了。这个是12.3，吃起来非常甜。关键它还很酥很脆，这个瓜是带皮吃的啊，带皮儿带籽可以一块儿吃。非常香，所以说也叫香瓜。马上8月15了啊！看这个8月15节气以后，人的消费力有多大？2天时间，这个葡萄园可以被摘完了。刚才是那个走网上发快递的，这是走线下的。看，都是让工人去分装、采摘。看一下，昨天的时候，整个葡萄园还是全部挂了葡萄啊！哼。将近2天的时间，已经所有的树几乎全空了。不过我们剩下有1亩地，不卖了，因为想走线上再发一部分货。看到了没？这是还留一部分的葡萄啊。这2年阳光玫瑰葡萄可以说是葡萄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种，被称为那个葡萄界的爱马仕。现在2天时间，我们这个20亩地的这个园全部清空完了，留了一点，全部做网上去销售，不再卖了。要是卖的话，这2天大车就全部不断。让大家看一下这葡萄界的爱马仕到底长什么样子，看见了没？很漂亮啊！好的阳光玫瑰实际上是发黄的啊，发青的肯定是不成熟的。这个已经9成熟到10成熟之间了，这已经是最后的一个季节了，甜度非常好。这个甜度绝对不会低于20个。现在是吃这个阳光玫瑰葡萄是最好吃的时候，非常甜，一股那个非常香的那种草香味、玫瑰香味非常重。